当你周末带小孩在星耀张仪吹冷气看室内瀑布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座建筑对新加坡的实际意义。政府投入上百亿资金建设第5航站楼，完全不是为了增加免税店的营业面积或者提升旅客的购物体验。如果樟宜机场在未来10年失去亚太第1航空枢纽的地位，被迪拜或者多哈取代，新加坡会有超过10万人的就业受到直接冲击，甚至你每个月交的祖屋房贷都会受到牵连，这关乎国家存亡。今天我们就来分析樟宜机场背后的生存逻辑。我们先看一组数据，航空业及相关产业占据了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左右。这个数字背后是庞大的供应链体系，一旦枢纽地位动摇，跨国企业就会重新评估他们在亚太地区的总部选址，资金流和人才流会迅速转移，后果不堪设想。中东地区的机场正在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和巨额补贴抢占市场份额，他们的客流量增长数据令人担忧。迪拜国际机场去年的国际旅客吞吐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多哈也在利用卡塔尔航空的扩张战略，不断抢占原本属于我们的中转客流。新加坡没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作为支撑，我们只能依靠国际中转客流来维持庞大的航线网络。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提前布局，不进则退。如果我们不主动扩大容量，航空公司就会把航线转移到其他更高效的枢纽，到那时再想挽回就太晚了。失去连通性，新加坡的经济基础就会动摇。我们必须认清现实，新加坡的成功建立在脆弱的地缘基础之上。周边国家都在积极兴建大型机场，吉隆坡和曼谷都在争夺区域枢纽的地位，雅加达也在规划新的航空城。如果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稍有迟疑，这些邻国就会毫不犹豫地抢走我们的市场份额。生存空间是靠竞争赢来的。要想看懂今天的樟宜，我们得把时间拨回1975年。老一辈的新加坡人肯定记得当时的国际机场还在巴耶利期，那个时候机场被密密麻麻的住宅区包围，飞机起降的噪音让附近的学校根本无法正常上课。如果选择在原地扩建，新加坡东部的发展空间将被彻底限制。建国总理李光耀当时做了一个决定，直接放弃老机场。政府投入当时高达8亿新币的资金，去东部樟宜的海边填海造陆。在那个国家经济刚刚起步的年代，这种级别的基建投资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这超出了国家的财政承受能力，但这恰恰体现了新加坡的生存智慧。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为国家未来50年的空间规划服务，眼光必须长远。没有当年的果断搬迁，就不会有今天东海岸的繁华商业区，更没有我们现在居住的那些优质祖屋区。搬迁只是第一步，真正让樟宜机场在后来几十年里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是它高效的物流处理能力。当时的决策层意识到，单靠客运无法支撑一个世界级枢纽的长期运营，必须把货运和工业区结合起来。我们在樟宜规划了庞大的航空货运中心和物流园区，这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规划决定未来。很多人对全球最佳机场有误解，以为多种几棵树就能吸引国际旅客。星耀樟宜那些绝美的绿植，只是吸引客流的前端界面。樟宜机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它后端那套高度运转的物流处理系统。作为在职场打拼的成年人，你必须看透这一层。樟宜机场每年处理超过200万吨的航空货物，这里面装的不是普通的跨国快递，而是高附加值的半导体芯片、救命的生物医药和精密的航空引擎。你知道新加坡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跨国企业把亚太总部设在中央商务区吗？靠的就是樟宜机场和港口打通的空海联运体系。这套系统无可替代，全球最高端的产业链因此离不开这个地方。这 5% 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是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替代的优势。如果没有这套高效运转的系统，外资随时可以搬去隔壁国家。到那时，你我面临的就不只是加薪难的问题，整个产业会被边缘化。
张仪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客运站，它是新加坡留住全球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的关键要素。效率决定一切，半导体产业对物流时效的要求非常严格。芯片从晶圆厂下线后，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送到组装厂，任何延误都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损失。樟宜机场的冷链物流中心能够确保生物医药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保持恒温。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让新加坡成为了全球医药巨头在亚洲的首选分拨中心。物流能力的提升，直接带动了相关制造业的升级。这不仅创造了大量高薪就业岗位，更提升了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我们必须不断优化这套系统，才能保住现有的优势。竞争无处不在，既然优势这么明显，为什么还要如此焦虑？现在网上有一种声音，质疑政府花80亿美金去建第5航站楼是否过度投资？现有的4个航站楼难道不够用吗？如果你也这么想，那就太低估国际竞争的残酷程度了。大家看看现在的全球航空格局，中东的迪拜和多哈正在通过巨额投资抢占市场。从地理位置上看，中东正好处于欧亚非3大洲的交汇处。以前从欧洲飞往澳洲的传统航线，飞机必须在新加坡进行技术经停，但现在航空制造技术大幅提升，空客和波音的超长航程客机完全可以绕过我们，直接在中东进行中转。面对这种地理位置和航空技术的双重压力，新加坡怎么办？我们没有广阔的内陆腹地，我们也没有庞大的国内人口来消耗产能。唯一的出路就是做绝对的航空枢纽，要么做大，要么衰退。建第5航站楼就是一场关乎未来的保卫战。第5航站楼的面积相当于现在第1到第4航站楼的总和，预计要把年吞吐量拉升到 1.4 亿人次。这不是为了表面文章，而是用绝对的基础设施容量和顶级的运转效率，让全球航空公司必须把航线排在新加坡。只有保住连通性，才能保住跨国企业的投资，才能保住我们在座各位的就业机会和下一代的发展空间。在枢纽争夺战里，停滞不前就是全盘皆输，必须主动出击。第5航站楼不仅仅是一个客运大楼，它将被打造成一个高度自动化的智能航空城，从行李分拣到地勤服务，都将大量采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这不仅是为了提高效率，更是为了应对新加坡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我们必须用技术换取发展空间。同时，第5航站楼的建设也将带动周边区域的全面开发。樟宜东部的商业潜能将被彻底激发。这不仅是对航空业的投资，更是对国家整体经济未来的投资。我们输不起。樟宜机场的蜕变其实就是新加坡生存哲学的直接体现。缺乏天然优势，我们就自己建造一个连接世界的通道。既然没有广阔的腹地作为支撑，我们就只能把服务和效率做到极致。对于我们这些在新加坡扎根生活的人来说，樟宜机场绝对不只是一座建筑，它是我们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关键依托，更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底气。下一次，当你拿着护照在樟宜机场通关，准备开启一段旅程的时候，不妨回头看看这座庞大的设施。你正在见证的是这个国家永不止步的生存意志。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繁荣会一直持续下去，每一代新加坡人都必须为下一代打下基础。国际局势变幻莫测，周边国家也在大力发展基础设施，我们面临的竞争压力只会越来越大。保持危机感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新加坡的故事就是一个不断打破常规，在激烈竞争中求生存的故事。从巴耶利区的泥泞到樟宜的璀璨，这条路我们走得无比艰辛。未来的挑战只会更加严峻，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都可能对我们的航空枢纽地位造成冲击。但只要我们保持这种未雨绸缪的战略眼光，保持这种对效率和卓越的执着追求，新加坡就能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继续占据一席之地。
樟宜机场的灯火永远不会熄灭，它将继续指引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感谢大家的观看。